原谅那个你最不想原谅的人。这听起来像是一句荒谬的命令，甚至是对你所受伤害的冒犯。但请你停下来，深呼吸，听我说完这句佛家最震耳欲聋的真言：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你以为你的愤怒是一把刺向敌人的利剑，但实际上它是一团在你自己怀中燃烧的火焰。佛家讲，嗔是心中火，能烧功德林。这团火在它还没有触及那个伤害你的人哪怕分毫之前，就已经先将你内心的清凉池水蒸发殆尽，将你苦心经营的安宁森林烧成了一片焦土。那个让你辗转难眠耿耿于怀的人，或许真的不值得原谅。从世俗的眼光看，他们或许卑劣、自私、冷酷，但我们今天谈论的原谅从来就不是关于他们的，而是完完全全关于你的。紧紧攥着这份怨恨不放，不过是拿别人的过错在日复一日地惩罚现在的自己。这是一场你注定会输的战争，因为你的对手早已离场，而你在和自己的影子搏斗，直到精疲力竭。我想给你讲一个关于夜班出租车司机老李的故事。在老李漫长的职业生涯里，他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乘客。有一天深夜，大雨倾盆，他载上了一位满身酒气的男人。那个男人因为司机没能准确停在他脚边而大发雷霆，一路上用最刻薄、最恶毒的语言辱骂司机的技术、出身，甚至诅咒他的家人。当车到达目的地，男人将钞票揉成一团砸在司机的脸上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狠狠地摔上了车门。那个男人离开了，消失在雨幕中。车厢里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雨刮器单调的摆动声。在那一刻，伤害其实已经结束了。那个粗鲁的乘客已经不再制造新的噪音，不再制造新的侮辱。然而，对于这位司机来说，真正的折磨才刚刚开始。在他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，尽管后座空无一人，但他却觉得那个愤怒的男人依然坐在那里。他的脑海里不断回放着刚才受到的羞辱。他紧握方向盘的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颤抖，他的呼吸急促而混乱。每一个红绿灯路口，他都在心里与那个已经消失的陌生人进行着激烈的争辩。他设想了无数种反击的语言，设想了如果当时把钱扔回去会多么解气。他载着一团虚幻的怒火，穿梭在城市的霓虹灯下。因为心神不宁，他差点撞上一辆转弯的货车。因为满脸戾气，下一位善良的乘客上车时被他的冷漠吓到，不敢与其交谈。你看，那个伤害他的人只占用了他生命中的20分钟，但他自己却允许那个人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，甚至3天、3个月里继续控制他的情绪，接管他的方向盘，甚至将他推向危险的边缘。这就是怨恨的本质。怨恨像一根无形的锁链，对方早已切断了联系，早已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，甚至早已忘记了你的存在，而你却用这根锁链将自己死死地锁在那个痛苦的瞬间。在这个巨大的流动的世界里，画地为牢。我之所以能如此清晰地描述这种感受，是因为我也曾是那个在那条无尽的公路上死死抓着方向盘不放的人。多年前，我曾遭遇过一次深刻的背叛。那是一个我视为挚友的人，在关键时刻为了利益将我推向了深渊。那种被撕裂的痛楚不仅仅是关于金钱或名誉的损失，更是关于信任的崩塌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把自己变成了一座愤怒的孤岛。我无数次在深夜醒来，心跳如雷，脑海中构想着各种因果报应降临在他身上的场景。我成为了一个侦探，窥探他的生活，寻找他过得不好的蛛丝马迹。如果听说他过得好，我会感到愤懑不平；如果听说他遇到了麻烦，我会感到一种扭曲的快意。但我没有意识到，在那段日子里，我的眼神变得浑浊，我的言语变得尖刻，我对身边真正爱我的人失去了耐心。
因为我的心里装满了对那个背叛者的恨，以至于再也没有空间去容纳当下的爱。我就像是一个手里抓着滚烫煤炭的人，想要把它扔向对方，但在我扔出去之前，被烧得皮开肉绽的首先是我自己的手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看到那张因为长期怨恨而变得紧绷苦涩的脸，我问自己，到底是谁在惩罚谁？他或许是个恶人，但他已经继续他的人生了，而我却自愿留在了那座他亲手建造的牢笼里，甚至还要每天自己加固栏杆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原谅不是为了让他好过，而是为了让我自己活下去。这种抓着热炭不放的愚痴，并不仅仅发生在那种巨大的背叛中，它更隐蔽地渗透在我们现代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里，像慢性毒药一样腐蚀着我们的幸福。佛陀说，世间万物皆逃不开因果，那些伤害你的人，其实也正被自己的贪婪、愤怒和执念所困。他们就像蒙着眼赶路的人，看不清对错，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脚步，不过是被自己的欲望和偏见推着，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了别人，也困住了自己。他们的恶言恶行是他们内心地狱的投射。当你选择原谅，你不是在接受他们的黑暗，而是在声明，我的心属于光明，我不允许你的黑暗浸染我的领地。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这才是真正的慈悲，对自己最大的慈悲。当你走出这间怨恨的牢房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外面的天是那么蓝，空气是那么甜，那些你曾经因为专注于痛苦而忽略的美好，路边盛开的野花，清晨温暖的阳光，陌生人善意的微笑，他们一直都在那里，静静地等待着你的回归。别让嗔恨堵住属于你的美好。当你心中充满了怨气，好运和喜悦是进不来的，因为你的心已经被负面情绪占满了。只有当你把这些积压的烦恼清理出去，让心恢复澄澈，新的能量、新的机遇、新的人才能顺畅地流进来。别让执念遮住你看世界的眼光。你越是盯着那些让你痛苦的人和事，就越难挣脱困境。但当你愿意抬头看向生活中的光亮，就会发现整片天地都为你敞开。学会原谅是人生最深刻的修行，也是对自己最温柔的救赎。这不是软弱，而是看透了世事起伏，人心多变后的极致清醒。最后，我想告诉你，放下并不意味着遗忘，也不意味着如果不公再次发生你会无动于衷。它意味着你已经不再是那个被困在伤害里的受害者，你已经拿回了自己情绪的主动权，你终于自由了。去感受那份内心一片澄澈的宁静吧。当你真正放下怨恨，你会发现天地都变得开阔，而那些你以为永远失去的快乐，那些你以为错过的美好，都会在这一刻以另一种更温柔的方式回到你的身边。一念放下，万般自在。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